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用中文思考。其实所有人学习语言的终极目的，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像母语者一样的去思考，然后能说出非常地道，写出非常地道的文字，对不对？但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挺难实现的，它确实有非常大的难度。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看过很多视频，很多人都说千万不要在你的脑里进行翻译，不要把它翻译成你的母语，这样它需要经过中间一个步骤进行转换的步骤，这样其实你就永远也没法掌握这个目标语言。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吧，千万不要翻译，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反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应该翻译，但是怎么翻译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呀，自然而然的觉得学习语言，就是我们成年人去学习语言呢，应该去复刻小孩子学习语言那一套。比如说，我们应该进行沉浸式的学习，对不对？像孩子一样，把自己放到一个语言环境里去，不断去吸收。比如说 comprehensible input， 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实现起来是很难的。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其实是丢弃了一个我们成年人的很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应该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成年人其实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母语基础了，我为什么要丢弃它不用呢？而重新从零开始，一点点的去积累嘛？这样是不是太慢了一些呢？对不对？而且啊，这个过程不只是缓慢，收效肯定也甚微，你知道吗？方法不得当的话，你就算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得到的效果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期望的样子。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翻译。怎么说呢？怎么翻译？其实我不希望大家把中文翻译成母语，这样再翻过来，其实没有意义。我希望大家做的是把你的母语翻译成中文。因为说实话，任何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所思所想其实是很类似的。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这些琐碎的事情，然后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都是类似的。我们所见，我们所听，我们所闻，我们所想，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所以在我们脑子里肯定都会形成非常类似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它在这个语言里，就是说你的母语里是用这样的说法说出来的，但是在另外一个语言，或者就是比如中文，你的目标语言里，它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你如何将同样一个概念转化为另外一套语言系统呢？这是我希望大家进行练习的。其实最近几天我在自己的微信群里推出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聊天的热情不是特别高涨啊，我就想着刺激一下，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练习。所以呢，我就找到了一些经典的电影台词，就是最多一句甚至两句短短的，然后它一般情况下有一个现成的图片嘛，叫做movie quotes 这种嘛，电影里头的台词，然后我就放出去让大家去翻译。因为大家很多人的英语都挺好了，有些是母语嘛，让大家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好像自己可以调动的中文是不是有点捉襟见肘呢？是不是好像很难传达出特别地道的状态呢？这个其实就需要不断去练习。当然翻译本身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就算是中文母语者，他也没有自信说自己一定翻译的特别好，但是这个语言的转换过程是特别特别重要，特别有用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母语的思维，然后如何转换成目标语的思维呢？这其实就是一个捷径。很多人会觉得我就是不断去吸收母语的材料，我自然而然就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朋友们，不是那么简单。同时呢，会花费巨大的时间，然后很容易让你变得很沮丧。我在这里就不绕弯的了，直接把方法告诉大家。首先找出一段中文的材料，可以是视频，可以是文本，都没有关系。一开始找个短短的，比如说视频的话几分钟左右，文本的话就一两段嘛，不要太长，太长的话人容易失去信心啊。首先呢，把这个视频里的文字或者文本里的文字翻译成你的母语，
就不管是英语、法语、日语、韩语，不管你哪种语言，你的母语翻译成母语，翻译成母语之后通读一遍，没有错，然后把这个你的翻译的东西放起来，不要动它，明白吧？放到你的文件夹里，放到你的抽屉里，放到任何地方，不要让自己发现。过上1天或者2天，你确保自己已经忘记了它的中文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用不了2天3天，其实第2天你肯定就忘记了你之前翻译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把这段翻译拿出来，然后对着这段翻译，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翻回中文之后，你再把之前最原始材料的中文拿出来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中文思维和原来语言材料的中文思维的差距在哪，你的用词、你的语序、你的结构等等，你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这其实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原始的材料就是一个老师，他会告诉你应该怎么表达一个意思，因为翻译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在你脑子中是有概念的。但是你怎么把它说成地道的中文呢？你自己能翻译出来的中文版本肯定没有像之前那个中文版本那么地道，肯定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个时候通过对比补足你的差距，通过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中国人是这样说的，原来中文母语者是这样说这么一句话的我明白了。然后把你自己觉得不够地道的地方积累下来，做成一个卡片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Anki 都可以，这些工具很多哈。然后进行记忆，让他们烙进你的脑子里。因为语言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反反复复的去记忆，然后在你脑子中形成一个本能的反应。形成本能的反应之后，你才能慢慢的形成中文的思维，就是你会慢慢的像中国人一样思考。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但是我告诉你，相对之前你用的方法，这仍然是一个捷径。那么话不多说，大家赶紧操练起来吧。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如果你喜欢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评论。那么下次再见。